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自然说中文，我是阿杰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安。阿杰，你今天中午吃的什么？别提了，我吃的是鸡肉。鸡肉挺好的呀，为什么你看起来这么痛苦？如果是你星期天做的鸡肉，今天是星期四，你还会觉得好吗？天哪，你连续吃了4天的鸡肉。是的，我觉得我现在自己都快变成一只鸡了。为什么你要做那么多呢？因为小爱说她想带便当，结果她每天都和同事去外面吃。所以剩下的都归你了。没错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——剩菜的烦恼。这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话题，无论你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，大家都会遇到处理剩菜的问题。我们的播客是为 HSK 3级到4级的学习者准备的。如果你觉得我们说得太快，可以查看我们的文字稿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或者给我们点赞。今天我们会聊聊为什么扔掉剩菜会有罪恶感，冰箱里的俄罗斯方块游戏，还有父母那一代对剩菜的极端态度。刚才你说你吃了4天的鸡肉，你为什么不直接扔掉呢？扔掉，那太浪费了，我会觉得很有罪恶感。很多中国人都有这种想法，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不能浪费粮食。绝对的，如果你在外面吃饭，点的太多吃不完，必须要打包。可是把这些剩菜带回家之后呢，往往就是一场新的灾难。是的，第一天吃的时候觉得还不错，第二天再吃就觉得有点无聊了。到了第3天，每次打开冰箱，你都会在心里挣扎。没错，你的大脑在说把它扔了吧，但是你的良心在说不，农民伯伯很辛苦。最后，你宁可自己痛苦地吃掉，也不愿把它倒进垃圾桶。这就是所谓的扔掉可惜，吃掉痛苦。我老公马克也是这样，他周末喜欢烤一大块牛肉。烤牛肉听起来很棒啊。可是只有我们2个人吃，从星期1到星期5，我们要吃牛肉三明治、牛肉炒饭、牛肉面。哈哈，听起来你们已经把牛肉的做法发挥到了极致。对，马克觉得只要换一种做法，它就是一道新菜，但他完全是在骗自己。我有时候也是这样，我会加很多辣椒，试图掩盖它已经是剩菜的事实。结果你不仅胃口不好，可能还会拉肚子。是的，这真的得不偿失。但更可怕的还在后面，那就是冰箱管理。你是说那些神秘的保鲜盒吗？没错，我觉得每个人的冰箱里都有几个未解之谜。你们家冰箱里有没有那种根本不知道装了什么的盒子？当然有，我觉得这是一种普遍现象。你把一点剩菜放进盒子里，然后推到冰箱的最里面。对，然后过了2个星期，你发现了它，却完全记不起来它曾经是什么。它可能是一块发霉的豆腐，也可能是变色的水果，你都不敢打开盖子。真的，有时候打开那种盒子，感觉像是在做化学实验。我们把这种行为叫做自欺欺人。你把它放进冰箱，假装你以后会吃它。实际上，放进冰箱只是为了减轻你当时扔掉它的负罪感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你买了一个心理安慰。除了神秘盒子，还有就是冰箱里的空间管理，简直就像玩俄罗斯方块。对，尤其是过年过节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做一大桌子菜，然后剩下的菜要全部塞进冰箱里。
你要把大盘子换成小盘子，小盘子换成碗，然后把它们一层一层地叠起来。你要非常小心，不能让它们倒下来。这时候，小爱总会贴很多不同颜色的便利贴。他会写上日期吗？那真是个好习惯。他会写上日期和菜名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我常常找不到那些便利贴。为什么？掉到冰箱缝隙里了吗？不，有时候是被我的狗巴纳比吃掉了。它只要看到掉在地上的东西，就会吃掉。哈哈，那你们家不仅有神秘盒子，还有神秘纸条。所以我每次吃剩菜都像是在探险。不过和我们的父母相比，我们已经好很多了。哦，父母那一代处理剩菜的方式，那绝对是另一个境界了。我觉得全天下的父母在剩菜这个问题上都是一样的固执。真的，他们对待剩菜的态度，有时候让我们年轻人觉得不可思议。比如我妈，她宁可自己拉肚子，也绝对不允许我把剩菜倒掉。即使那个菜已经有酸味了吗？她会说，哪里酸了？这是醋的味道，热一下还能吃。哈哈，高温消毒，这是长辈们常用的借口。我最受不了的是，他们总是把新鲜的菜留给孩子，自己去吃昨天的剩菜。是的，结果因为他们吃了剩菜，今天的鲜菜吃不完，又变成了明天的剩菜。这就是一个无解的死循环，家里永远都在吃剩菜。我隔壁的张大爷更夸张，他的冰箱就是个时间机器。时间机器？冰箱里有古董吗？差不多了，他曾经给我拿过一包冻肉，说那是前年春节买的。天哪，2年前的肉，那还可以吃吗？张大爷说，只要一直放在冷冻室里，肉就永远不会坏。这完全是伪科学，冷冻只能减缓细菌生长，不能阻止食物变质。可是长辈们听不进去啊，他们经历过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对食物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我明白，他们觉得扔掉食物是在犯罪，所以我们很难去改变他们的习惯。但是为了健康，我们还是得想点办法，总不能天天吃剩菜吧？对，我们不能一直困在这个循环里，必须得想想办法。这是一个需要全家人一起配合的大工程。那么，到底该怎么解决剩菜问题呢？要解决剩菜问题，最好的方法当然是从源头控制，也就是少做一点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啊！尤其是我们做中餐，经常需要各种配菜。对，比如你只想炒个青菜，但你可能要买一整颗大白菜。然后剩下的白菜就会在冰箱里待很久，所以小爱现在采用了一种新方法。哦，他有什么好主意吗？他实施了定量分配法，每次买回肉，他就按1顿饭的量切好，分别冷冻。这个方法很好，这样每次只需要解冻一小块，就不会有剩菜了。是的，但如果是已经做熟的饭菜剩下了怎么办？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会狠心，如果一个菜放在冰箱里超过2天，就必须扔掉。你能做到吗？这需要克服巨大的心理障碍。一开始很难，总觉得很对不起那些食物，但后来我换了一种思路。什么思路？我告诉自己，吃变质的食物生病去医院，花的钱远比扔掉这盘菜要多。哈哈，用经济学的角度来解决感情问题，这很明智。我还听说过一个很有趣的建议，叫做
周五清空，冰箱日。把所有剩下的边角料一起煮成一锅汤吗？对，或者做成炒饭，反正就是不能让任何剩菜留到周末。这个主意不错，周末就应该吃顿好的，不能再面对剩菜了。是的，说到这里，大家有没有觉得中国人在处理这些日常小麻烦时，有很多独特的表达方式？没错，聊了这么多关于剩菜的故事，其实有2个非常实用的句式，能帮你更好地表达这种纠结的心情。第一种表达方式是既然就。这个词组特别适合在木已成舟的时候，你想做出一个顺其自然的决定。它的意思就是事情已经是这样了，那我们顺着做吧。举个剩菜的例子，你可以说，既然昨天点太多了，今天中午就继续吃吧。也就是接受现实。再比如，你到了健身房，发现自己忘记带毛巾，你可以说，既然已经来了，就坚持跑完步吧。很好用。第二个要推荐的表达方式是宁可也不。当你有2个都不太好的选择，但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更糟糕时，就会用到它。它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拒绝态度。比如刚才我们提到我老公，他不想扔掉牛肉，他会说，我宁可天天吃牛肉，也不想把它扔掉。但如果是长辈，他们可能会说，我宁可拉肚子，也不想浪费粮食。哈哈，真的非常典型。这2个句式在日常交流中可以帮你准确表达出内心的想法。学会了这些好用的表达，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聊天中用到的几个重点词汇吧。没错，进入我们的词汇角。今天我们选了3个和心理状态以及食物相关的词。第一个词，罪恶感。罪代表过错，恶代表不好，感代表感觉，罪恶感。罪恶感。罪恶感就是当你觉得做了一件错事，内心感到不安和愧疚，扔掉好的食物就会产生罪恶感。对，不仅是扔剩菜，比如你正在减肥，但是半夜吃了一大块巧克力蛋糕，吃完之后你也会有强烈的罪恶感。第2个词和罪恶感正好相反，心安理得。心代表内心，安代表平静，理代表道理，得代表获得。心安理得，心安理得。这是一个成语，意思是自认为做的事情合乎道理，心里很坦然，没有任何愧疚。比如，我工作了一整周，周末在沙发上躺了1天，什么都不干。因为我努力工作了，所以我休息得心安理得。如果你把食物放进冰箱，骗自己以后会吃，你在扔掉它的时候，可能就会心安理得一点。第3个词，变质。变代表改变，质代表本质或者质量。变质，变质。在这里，变质主要指食物坏掉了，发霉或者变酸了，不能再吃了。夏天天气热，如果不放进冰箱，饭菜很容易变质。不过有时候它也可以用来形容感情，比如2个人的感情变质了，就是感情变差了。所以为了健康，如果食物已经变质了，千万不要因为心疼而吃掉它。好了，今天关于剩菜的烦恼我们就聊到这里。接下来是我们每期必备的课后提问时间。今天的作业是：你家里有处理剩菜的特殊习惯吗？你是倾向于吃掉，还是果断扔掉呢？欢迎在评论区或者我们的网站留言，和大家分享你的故事。也欢迎使用我们今天学到的
既然、就来造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订阅并分享给你的朋友，这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去看看你的冰箱里有没有变质的盒子吧。下期见，拜拜。